你还在为错过英伟达的10倍涨幅拍大腿，纠结要不要追高最后一班车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真正能让你在2026年保住财富甚至翻倍的机会，其实藏在3个99%的人连听都没听过的寂静角落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得到3个别人拿不走的核心认知。第一，看懂 AI 繁荣背后隐藏的3大致命脆弱性，这是绝大多数分析师都没讲透的底层逻辑，也是未来5年所有投资机会的源头。第二，掌握一种在产业裂缝中找机会的反直觉投资方法，以后任何技术革命到来的时候，你都不用再盲目追热点，而是能提前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性。第三，得到3个经过严格财务验证、兼具防御性和高增长的具体公司分析，包括他们的核心护城河、最新的财务表现，以及华尔街顶级机构的真实态度。你是更愿意追那些已经涨了10倍，随时可能回调的热门股，还是愿意提前布局那些还没被大多数人发现，但逻辑已经完全跑通的确定性机会？请把你的想法在评论区分享出来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遇到有代表性的问题或者大家普遍关心的卡点，后面会专门做视频详细解答。如果你也想在 AI 时代不被甩在后面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关键的财务数据和机构持仓细节的时候，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。真正的机会从来都不会出现在财经头条上。当所有人都在讨论大模型、讨论 GPU、讨论下一个英伟达是谁的时候，那些真正聪明的钱已经悄悄流向了系统最脆弱的地方。每一个脆弱的出现背后都藏着新的财富机会。这个道理过去100年从来没有变过。你想想，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追门户网站，最后赚大钱的是做路由器的思科。智能手机爆发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追苹果、三星，最后闷声发大财的是做芯片代工的台积电。现在 AI 来了，所有人都在追大模型和 GPU， 那下一个思科、下一个台积电会是谁？答案不在聚光灯下，而在产业的裂缝里。AI 不只是生产力，它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力。这个观点很多人不愿意承认，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以前的技术革命只是改变了生产方式，而 AI 正在改变攻击的方式。但你猜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不是攻击变多了，而是攻击的门槛降到了几乎为零。在 AI 出现之前，一个黑客想要发动一次有规模的攻击，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准备，还要有非常专业的技术能力。现在呢，一个完全不懂代码的普通人，只要用 AI 生成一个攻击脚本，就能在几分钟内攻击成千上万的目标。这已经不是什么科幻小说了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我看到很多机构的报告里都提到，现在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攻击数量正在以每个季度30%以上的速度增长，而且这些攻击越来越智能化，越来越难以防御。传统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本质上都是基于已知威胁的，他们只能防住已经出现过的攻击，对于 AI 生成的全新攻击方式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这就像你家里装了一把非常坚固的锁，但小偷现在已经不用撬锁了，他们直接用 AI 生成一把万能钥匙，轻轻一拧门就开了。你说这有多可怕？很多人对网络安全的理解还停留在10年前，以为就是装个杀毒软件防止电脑中毒，这是非常危险的误判。现在的网络攻击已经从个人层面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。一个成功的攻击可以让一个城市的电力系统瘫痪，可以让一家大型企业的所有数据泄露，可以让整个供应链陷入停顿。而 AI 的出现让这种攻击的成本变得极低，效率变得极高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产业裂缝——安全危机。当攻击实现了工业化防御系统，就必须进行底层重构。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，AI 带来的第二个裂缝比安全危机更加隐蔽，也更加致命，那就是物理极限。我们现在所有的 AI 算力最终都要落到芯片上，而芯片制造正在快速逼近物理的极限。你可能经常听到2纳米、3纳米这些名词，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。1纳米大概就是3个原子并排的宽度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芯片制造已经进入了原子级别的精度。这就像你站在月球上，用一把镊子去夹地球上的一粒沙子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现在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对环境的要求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，生产车间的真空度要比太空还要高10倍，使用的气体纯度要达到99.99999999以上，哪怕有一个灰尘落在晶圆上，整个芯片就报废了。这里如果你没注意，后面就很容易被带偏。绝大多数人关注半导体都只关注芯片设计公司和晶圆代工厂，比如英伟达和台积电，
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，最赚钱、最有话语权的，其实是那些提供底层设备和零部件的公司。台积电再厉害，它也造不出光刻机；ASML 再厉害，它也造不出光刻机里面的激光源和真空系统。而这些最底层的技术，几乎被少数几家公司完全垄断了。你想想，当芯片制造的难度呈指数级上升的时候，谁最受益？不是那些拼命砸钱建工厂的公司，而是那些卖铲子给他们的公司，而且不是卖普通铲子的公司，是卖铲子里的铲子的公司。这个逻辑非常简单，但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，因为这些公司太低调了，他们从来不会上财经头条，也不会有网红分析师去吹他们。但他们才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真正的基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真正影响你未来投资收益的，可能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。AI 带来的第三个裂缝，也是最反直觉的一个，就是硬资产危机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数字化的世界里，很多人觉得数字资产才是未来，硬资产已经过时了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数字世界越发达，现实世界的基础资源就越稀缺。你想想， AI 可以生成文字、生成图片、生成视频、生成代码，甚至可以生成新的 AI。但 AI 能生成盐吗？能生成肥料吗？能生成石油和矿产吗？不能。这些东西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是不可复制的，也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。过去几十年，全球化让我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买到全世界的资源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资源是无限的，是不值钱的。但现在情况变了，地缘政治的冲突、供应链的重组，让很多基础资源的供应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你可能觉得盐和肥料这种东西太普通了，根本不值得投资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它们现在已经变成了战略资源。没有盐，很多工业生产都无法进行；没有肥料，全球的粮食产量会下降1半以上。在一个越来越脆弱的世界里，最有价值的资产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数字代币，也不是那些估值高的离谱的科技股，而是那些实实在在的、不可复制的硬资产。它们就像大船的压舱石，不管风浪有多大，都能让你稳稳地站在船上。这三个裂缝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留下的3个财富入口。接下来我会给你详细分析3家分别对应这3个裂缝的核心公司。它们不是什么妖股，也不是什么概念股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支撑，有宽阔的护城河，而且目前还没有被市场充分定价的优质公司。先讲第一家公司 Fortinet， 股票代码 FTNT， 它是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平台提供商。很多人对 Fortinet 的印象还停留在卖硬件防火墙的阶段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 Fortinet 已经悄悄完成了一次底层逻辑的重构。它现在已经不是一家硬件公司了，而是一家 AI 安全公司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，也是我认为它未来几年最有增长潜力的地方。传统的网络安全公司都是卖产品的，你买一个防火墙，买一个杀毒软件，然后每年交一点更新费。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是被动防御的，只有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，他们才能更新病毒库，然后才能防御。但在 AI 攻击时代，这种模式已经完全失效了。因为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成千上万种全新的攻击方式，你根本来不及更新病毒库，所以未来的网络安全必须是主动的、实时的、基于 AI 的。而 Fortinet 恰恰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，并且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。Fortinet 现在已经把 AI 技术深度集成到了它的整个安全平台里。它的 AI 系统可以实时分析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攻击数据，然后在几毫秒内识别出新的攻击方式，并且自动更新所有用户的防御规则。这种能力是绝大多数传统网络安全公司都不具备的。更重要的是 Fortinet 的财务表现非常亮眼，它最近一个季度的非 GAP 利润率达到了 35.8%， 创下了历史新高。这个利润率在整个科技行业里都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它的营收已经连续很多个季度保持2位数的增长，现金流也非常健康。我看到 Quiver Quantitative 的数据显示，过去1年里有超过200家机构增持了 Fortinet 的股票，其中包括很多顶级的对冲基金和养老金。Needham 最近也上调了 Fortinet 的目标价，认为它未来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。我觉得 Fortinet 最被低估的地方，不是它现在的业务有多好，而是它的平台优势。现在已经有超过50万家企业在使用 Fortinet 的安全产品，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的世界500强公司。这些客户的粘性非常高，一旦用上了 Fortinet 的平台，就很难再切换到其他公司。
随着 AI 攻击的越来越频繁、越来越猛烈，企业在网络安全上的投入只会越来越多，而 Fortinet 作为行业的领导者，必然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接下来讲第二家公司 MK Instruments， 股票代码 MKSI。这家公司可能90%的人都没听说过，但它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里真正的隐形冠军。我喜欢把 PAMS Instruments 比作铲子里的铲子。如果说台积电是挖金矿的， ASML 是卖铲子的，那么 PAMS Instruments 就是卖铲子上面的那个铁头的。没有它，再好的铲子也挖不了金矿。Max Instruments 主要做什么的呢？它生产半导体制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真空系统、激光系统、气体控制系统和测量仪器。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它们是芯片制造的核心。你想想，刚才我们说过，芯片制造需要极高的真空度，需要极高纯度的气体，需要极高精度的测量，这些都离不开 MK Instruments 的产品。可以说，你用的每一部手机、每一台电脑、每一个智能设备里面都有 MK Instruments 生产的部件，而且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极高。想要生产出符合要求的真空系统和气体控制系统，需要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和工艺沉淀。现在全球范围内能和 MK Instruments 竞争的公司屈指可数，它在很多细分领域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50%，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。你先记住这个点，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。现在全球正在掀起一波芯片建厂潮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韩国都在砸巨资建设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。仅仅在美国，未来5年就会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芯片工厂的建设中，而每建一座新的芯片工厂都需要大量的 Max Instruments 的设备，而且这些设备不是一次性的，他们需要定期维护和更换。这就意味着 MK Instruments 的需求会持续很多年，而不是只有一波行情。更重要的是 ，MK Instruments 还在大力压注先进封装技术。现在3纳米、2纳米的芯片制造难度越来越大，成本越来越高，先进封装已经成为了提升芯片性能的另一个重要方向。而先进封装对真空、激光和测量技术的要求比传统的芯片制造还要高。这就给 Max Instruments 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。很多分析师都认为，先进封装会成为 Max Instruments 未来几年最大的增长引擎。从估值上来看 ，MK Instruments 目前的市盈率大概在20倍左右，相比于很多动辄上百倍市盈率的半导体公司，这个估值是非常合理的。而且它的业绩增长非常稳定，现金流也非常充沛。对于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投资者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最后讲第3家公司 Compass Minerals， 股票代码 CMP。这家公司和前面2家科技公司完全不同，它是一家传统的资源公司，但在 AI 时代，它反而变成了最有韧性的资产之一。Compass Minerals 主要生产2种产品，盐和硫酸钾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种钾肥。这2种东西看起来非常普通，但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。盐的用途非常广泛，除了我们日常使用之外，它还用于道路除冰、水处理、化工生产等很多领域。而硫酸钾是一种高品质的钾肥，对于很多经济作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肥料。Compass Minerals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拥有不可复制的矿产资源。它在北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盐矿之一，还有非常优质的钾盐矿。这些矿产资源是大自然经过几百万年形成的，是 AI 永远也造不出来的。而且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是有限的，一旦被占据了，别人就再也进不来了。这就是最坚固的护城河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资源公司的业绩波动很大，受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很严重，这确实是事实。但 Compass Minerals 和其他资源公司不一样，它的业务非常稳定，现金流也非常可预测。首先，它的盐业务有很大一部分是长期合同，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和它签订多年的道路除冰合同，这部分收入是非常稳定的。其次，它的特种钾肥业务主要面向高端经济作物，需求非常刚性，价格波动也比普通的化肥小很多。更重要的是 Compass Minerals 刚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债务重组，几年前它因为过度扩张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，股价也跌了很多，但现在它已经把债务降到了非常健康的水平，财务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这就是典型的困境反转。现在的 Compass Minerals 就像一个刚刚卸下了沉重包袱的运动员，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。它现在的估值非常低，股息率也很高。
对于那些想要在投资组合里加入一些防御性资产的投资者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觉得很多人看不起这种传统资源公司，觉得他们没有技术含量，增长缓慢。但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，这种实实在在的硬资产反而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安全感。不管 AI 怎么发展，不管技术怎么进步，人总是要吃饭的，工业总是需要盐的，这些需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现在我们把这3家公司放在一起看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逻辑。Fortinet 代表的是进攻，它处于 AI 安全这个高增长的赛道，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会非常快，能给你的投资组合带来很高的收益。MKS Instruments 代表的是进攻加防御，它是半导体产业链里的垄断者，既能享受 AI 算力狂飙带来的增长红利，又有宽阔的护城河保护，业绩非常稳定。Compass Minerals 代表的是纯防御，它是硬资产的压舱石，不管市场怎么波动，不管经济怎么变化，它都能稳定的贡献现金流和股息。这个组合的妙处就在于，它既能让你享受到 AI 时代的增长红利，又能抵御系统脆弱性带来的各种风险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不管未来市场是涨是跌，你都能睡得很安稳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这3家公司就是完美的，也不是说你现在就应该立刻全仓买入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。比如 Fortinet 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， MKS Instruments 的业绩会受到半导体行业周期的影响， Compass Minerals 的业绩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。这些都是你需要考虑的风险因素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这3家公司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，他们都处于产业的裂缝里，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导者，都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支撑。相比于那些已经被炒得很高的热门股，他们的风险收益比要好得多。其实投资从来都不是追热点，也不是赌运气，投资是在别人都看到繁荣的时候看到背后的脆弱，在别人都看到风险的时候看到背后的机会。2026年很快就要到了，到那个时候 IC 会比现在更加普及，算力会比现在更加强大，但同时系统的脆弱性也会比现在更加明显，网络攻击会更加频繁，芯片制造的难度会更加大，基础资源的稀缺性会更加突出。那些现在还在盲目追热点的人，到那个时候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，而那些现在就已经看到了产业裂缝并且提前布局的人，将会成为 AI 时代最大的赢家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 AI 时代的投资有了新的理解，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这种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水很深的投资话题，帮你在复杂的市场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性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的投资决策都有风险，涉及具体的投资操作，请一定要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，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判断。